在铃铛没有响起之前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少爷，我累了。听见没有？我家桑桑说他累。你若不敢听，也算是一个理由。今日你就别想离开兰科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就算杀死魔术，也要在铃响之前离开。是吗？嗯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谁拦得住。老叔，嘿！师傅。冥王之子呢？嘿，冥王之子呢？怎么回事？啊！谁是冥王之子？啊！老太婆，冥王之子呢？
你已经显灵了，您得给众人一个交代吧？啊！岐山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好吧，那我来告诉大家，宁缺不是冥王之子。桑桑才是冥王之女。众人都听到了吧？冥王之女找到了，世界的人们可不能让她逃跑了。岐山大师，我今天必须要带桑桑走。冥王之女，你必死！我要你死！你要与我们全天下为敌吗？如果你们全都要与桑桑作对，那我便只能与你们开战。走不了了，关门！再说的怒声，快把他们杀了！桑桑！我今天就是要让13先生和桑桑离开这里，哪怕与全天下为敌。
兄，小师弟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可惜之一方。君子一方，弃之。多谢大师兄、二师兄。小师弟，快走！有白的剑，我去取就来。你明明是最快的那个人，却为什么要叫慢慢呢？因为慢，所以才能快。因为所以，我喜欢这个道理。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世界，即便是观主和掌教也不敢站在这里。你就算再快，也没有意义。我想试试。我想知道你断了多少根骨头？206根。你这样会死的。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死。我以前总以为，自柯先生之后，整个书院便只有君莫算是疯子。可现在看来，整个书院全都是疯子。请剑圣大师收剑。明女将士，希望你们书院的选择没有错。谢剑圣大师。为何德高望重的岐山大师也要袒护冥王之女？住手！青年大师，你身受重伤，而且是不要再造杀孽。那你们为何又有脸围攻我小师弟？我们是为了整个人世间抵挡黑暗入侵。
他没有错，为何要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便提前付出代价？唐律不曾有此例，古礼不曾有此意，所以你们今日之行无礼。冥王之女必须死！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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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帮疯子，难道一个玄天下，书院是无敌吗？冲冲！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，你为什么？唐律有言：杀人者死，桑桑无罪，天晴诛心。古礼曾言：诛心者死。虽然期盼已毁，但我也不能确定宁缺和冥王之女究竟是生是死。君莫收手吧。师叔，你今日为什么要这么护着冥王之女？你难道不怕被所有人？墨血烂柯已经没有了，难道还不阻止永夜来临？我做的也是为了守护人间，只不过对于如何做这件事，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师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替人世间选择的这条道路，和大多数人的选择都不一样，而且极有可能是错误的。我是岐山，所以我这一生选择的道路，向来在世人眼中都是歧路。也许有人说我老虎，但时间将证明，我向往真正的光明。天晴已毁，世人好自为之。师父。承蒙岐山大师照顾我那小徒弟和他的小师弟，恩重如山，无以为报。书院唯有谨记在心，万事颂扬。多谢岐山大师。慢慢啊，一定要把你的小师弟带回来啊！是的，夫子。夫子，小师弟去哪儿了？您是不是早就知道桑桑是冥王之女了？继续吃饭。山主，还能走吗？要不咱们休息会儿？赶紧走吧。
桑桑也真是的。山主，你说，难道夫子都没有看出来桑桑是冥王之女吗？桑桑不是冥王之女，她给我讲过她和宁缺从小到大的故事，多少次九死一生，多少次千钧一发。她若真的是冥王之女，又何必要受这些苦？可是我听书圣说过，这鱼兰灵在铸造之时，是融合了天晴大德的毕生之力，是辨别黑暗、警醒苍生的圣物，不会有错的。圣物只是传说，桑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我看见过他哭，看见过他笑，我也看见过他跟宁缺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。如果说我看不出来，难道夫子也看不出吗？若连夫子都看不出，那个破领导又怎么能作数？也许见到夫子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莫山主，好久不见呢。掌教大人想请你西陵一叙。多谢掌教大人，可是我们还要赶路回大河国。你们在烂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你觉得我会让你们回去吗？宁缺不是冥王之子，桑桑才是冥王之女。她不是冥王之女，她不是。冥王之女找到了，世界的人们可不能让她逃跑了。桑桑不是，不，她不是。别杀他！桑桑，桑桑，你怎么可能是冥王之女？冥王之女又怎么可能是桑桑？我从燕唐边境的死人堆里捡到你，背你走进岷山，在渭城参军。你是那么听话、乖巧懂事，你还那么喜欢银子，即便是1分钱花在哪儿，你都要精打细算，记得清清楚楚。若你真的是那个要给世界带来灾难和黑暗的冥王之女，怎会是这样？我真的被他们搞乱了。不，道理不是这样的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我不管它是黑是白，我只知道你是桑桑。谁敢伤害你，谁就是我宁缺的敌人。因为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李仲宇，你身为唐国的国君，本应是惠泽天下，兼济苍生，可你却放任自己的子民心狠手辣，行凶作恶，害死兰克的岐山大叔和我月龙国的宝树大师。你实在是一个千古昏君！李仲宇，
你是一个前狗昏君。宁缺是书院天下行走，书院是唐国的书院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代表唐国的态度。他闯下的祸，当然要算到你这个昏君头上。交出宁缺，交出糜王之女。屈尼大师，你身为天晴大德，在这里口出狂言，玷污我唐国圣上，实在大失体统，更伤损你大德庄严。我唐国圣上仁爱悲悯，不计前嫌，还望大师你顾及遗体。素素，你去吧。谁一脚没踩住，冒出这么一个臭虫？你没资格跟我讲话。告诉厉仲义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不然老沈就在这儿把他妈的驾崩！驾崩！屈尼大师，我徐崇山乃唐国侍卫统领，你说我是不是臭虫？我不在乎。臭虫！但是你竟然敢诅咒我唐国圣上，那便是自寻死路。开弓！住手！把剑放下！把剑都给我放下！放下剑！屈尼大师是月龙国的天晴大德，是我们唐国的贵客呀！快把剑都放下！既然国师来了，我将先行告退。臭虫！呸！昊天道南门观主李青山见过屈尼大师。我要见的是唐王，我是南门观主，请您回去吧。两国外交向来是有使臣递交国书，屈尼大师此次入唐，想必也有此意。那又何必再弄两个棺材，徒增矛盾？宁缺玉兰节上公然维护糜王之女，害死宝树大师，老沈不该为宝树大师讨个公道吗？宁缺玉兰节上公然维护糜王之女，害死宝树大师，老沈不该为宝树大师讨个公道吗？那口是宝树大师的，这口是我去你的。若是唐国不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老沈就死在你们唐国的宫门之前。修行者比武论道，生死由命，祸福在天。屈尼大师若是以天晴大德的身份来唐，那就更该到我南门观一叙了。以武论道，笑话！宁缺可是在保护明王之女，你们唐人向来态度模糊不清的，果然是在保护明女。不管是我以月龙国国师的身份，还是天晴大德的身份，这里必须要个说法，否则我和宝树大师绝不离开唐国宫门半步。大师啊，不瞒你说，
说话。陛下已经下令，镇西大将军舒城率领唐国重甲骑兵已到葱岭。你要是在这再闹上那么3、5天，唐国的大军就越过葱岭，直逼朝阳城了。卑鄙无耻！光明不灭，正道永恒。莫珊珊，你在盂兰节上放走明王之女和宁缺，致使岐山宝树大师身亡，你可知罪？你大和国世代与世无争，风调雨顺，民风淳朴，安居乐业。想你此次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定是受明王之女和宁缺之蛊惑。只要你诚心认罪，跟他们割席化界，本座就免你死罪。明女苏醒，永夜来临，世间苍生将面临痛苦劫难。你因为一己私情，不惜以天下苍生性命为代价，实在罪无可恕。但我西陵有好生之德，有心放你一条生路。你若再一意孤行，本座只能将你处决，以敬天下。多谢掌教美意，可是我莫珊珊不曾帮助冥王之女逃脱，只是帮助我的好友桑桑逃脱追杀。掌教大人，莫珊珊不知悔改，还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请掌教将其处死，以正正道。莫珊珊，难道你想要大和国和整个墨池院为你陪葬吗？我莫珊珊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与墨池院，与整个大和国无关。莫珊珊，想想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这件事真的和大和国墨池院没有关系吗？带上来。
莫珊珊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认还是不认？山主，你没有罪。卓世杰，你记住，你没有罪。卓世杰！莫珊珊，本座苦口婆心劝你归降，你却执迷不悟，那便莫怪正道至上，法理无情。裁决大神官叶红鱼，该你宣判了。莫珊珊协助民女逃脱，罪无可赦，押入幽阁，不日处决。桑桑，我曾经对你说了很多次，我们是很辛苦，很辛苦，甚至是拼了命才活下来的。既然我们这么辛苦的才活下来，我们就不能轻易的死去。山主，你也要号全天下为止啊！今天就是要让13先生和桑桑离开这里，哪怕以全天下为主。废柴，全都是废柴！你们无权让我们去死！来呀！看我把你们全杀了！废柴！来呀！
你们退下吧。就算没有樊笼大阵的禁制，我也无法活着走出这里。你又何必消耗这些念力呢？你毕竟是书痴，有很多人愿意为你赴死，所以在行刑之前，本座身为裁决大神官，必须将你牢牢困在幽阁。如果真的有人来救我，请你转告他们，我心意已决，不要枉费了他们这片好心。我会的。哥，我这刚睡着，你又给我薅起来干啥呀？哥问你，你说咱王宫门口放2口棺材，像话吗？不像话，真不像话，太不像话。咱们泱泱唐国，什么时候增添了殡葬业？就是啊，太气人了！我气得半宿没睡着觉，我真想一把火给他烧了。好啊，烧啊！烧？谁烧啊？你烧啊！你刚才说的你烧吗？我烧？我不敢。你不敢？你当我是废柴？不是，这我就更不敢了，哥。哥，烧！烧！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啊！我要查出背后的何人所为！我娶你，定要将他挫骨扬灰！杀！杀！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拦我者即杀！擅闯宫门者，杀无赦。青山小儿，别忘了自己的辈分。这个宫廷我娶你，想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。你大可试试。我真没想到这几年，身为南门观主又是大唐国师的你，修为确实越来越差了。如今颜色已死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拿什么守护大唐呢？你放心，就算姑姑你死了，月轮国灰飞烟灭，可我大唐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屹立不倒。
庇护冥王之子的国度，迟早要成为举世之敌。我唐国有书院，还有夫子。夫子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就是一个躲在书院不敢出来的老东西。整个人世间都没人敢对夫子不敬，你竟敢对夫子口出狂言！我就说怎么了？他就是个老东西。去你这个疯婆子，竟敢骂我！滚回你的月轮国去！掌教大人，曲尼此番去唐国，结果被夫子给一棍子打回了月轮。曲尼本就不堪大用，原本我也不指望他能有多大能耐。可是唐国和书院没有了曲尼方面的压力，他们一定会派人前来营救莫珊珊。我们要不要提前动手？不急。曲尼在牵制书院的时候，我已在桃山布下了繁龙大阵，只要书院的人赶来，必然会葬身于桃山之上。那莫珊珊交给叶红鱼，让他这个新任的裁决大神官给世间一个交代吧。少爷，你醒了？我感觉我好像睡了很久很久，而且还睡得很沉。你不记得之前发生什么了吗？真不记得了。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少爷都不知道我们在哪，那肯定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的确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儿。那我得出去看看。这个地方好奇怪，我们没来过这里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没来过。
我来过。你怎么可能来过？什么时候啊？好像是在梦里。这些山，还有狮子，包括这里的天空，我都记得。永夜将至，冥王之女。我就是冥王之女。桑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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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追了！你别过来！桑桑，你谁也不是，你就是桑桑。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，不管是冥王，还是上天，还是那帮该死的废柴，谁也不会把我们带走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我不会让你死。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我们要活给他们看。我是冥王之女，我可能会毁了这个世界，也会毁了你。不，你不会的。要毁灭这个世界的人是他们，绝对不是你。桑桑，桑桑，我从小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们是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拼了命，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。对，既然我们这么辛苦才活下来，那我们就不能轻易的去死。你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去死，你要好好活着，听见没有？以后不能离开我，你答应我。你听见没有？你答应我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不能死。听见了没有？光如风中去秋了，昙花谢花开，谁的心事被岁月掩埋？我这真想从小你就不让我伤心。天亮之后继续空白。就算爱是最微弱的存在，命运把所有阴霾都驱散，谁在为谁等待？我们走吧。何去何来？为你越情深爱。窗外风雨剧里享受多开怀，年轻的那个真心要明白，人生很短，有一生等待，不问过去何相爱。
就是你！